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频道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开箱啊！这个 logo 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了啊，是来自华为的一个产品啊。这个箱子也是非常特别啊，一个航空箱。之前我们频道里边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箱子啊。既然开箱，咱们马上先给它打开。这个产品应该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频道里面过，而且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类型的产品。它呢是华为的 Idea Hub， 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听过这个产品啊？我简单给大家类比一下，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面向团队的智能协作终端。我再说的通俗一点啊。之前我们频道里出现过智慧屏产品是吧？它应该呢就是一个面向公司或者说面向团队的一个超大的智慧屏，而且更加的专业。废话不多说，咱们先把它给装起来。OK， 刚才呢我们是3个人费了好大劲把它装上啊，但其实呢它装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啊，直接呢把它挂在这个架子上就行了啊。主要是因为这块屏太重了，整体的 ID 的设计风格上呢，还是非常简洁的。然后正面呢是一个黑色和白色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也询问了一下华为这边，它的整体的设计风格呢就是至繁归简啊，看起来非常简洁。整个的 ID 设计的灵感来源呢是芭蕾舞啊，这个4个角是吧？非常优美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这个产品它也凸显了华为之前说的一个理念，就是把简单留给客户，然后把复杂的东西留给自己。这个侧面接口非常的丰富。一会儿呢我们拍个特写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现在呢是打到了这块超级大屏的一个白板的功能啊。我相信之前呢有一些小伙伴也在某一些场合呢见过类似的这种电子的书写白板，但是人家这个不是啊，它这个功能要多很多。我就不具体介绍它的每一项功能了。这个比如说什么多种投屏方式啊，对于它来说就是非常基础的功能，比如说手机啊，或者说电脑啊，各种各样的投屏方式都可以。一会儿呢会讲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首先就是这个书写白板啊，这个我在体验的过程中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注意看啊，这是刚才我碰了一下啊。就是它的跟手性是特别好的，就是官方给的数据呢是35毫秒的书写延迟，我现在只是用手指的情况下，我就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的延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智能书写辅助啊，这个特别好玩。打开，好，假如我现在写一个小白测评啊，这字很差啊，它就会自动识别成字。好，我现在画一个圆。它带了一个小尖儿啊，它自己变成了一个圆，然后画一个正方形，对，它会自动识别你要写什么东西，这是非常智能的一个功能。你这样的话，你在做一些演示，或者说在给团队想表达你的想法的时候，会更加的直观一些。而且呢，最终这些东西呢，你都可以截屏啊，或者说直接发送出去。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反向控制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我现在呢，这个屏幕呢已经跟我们的这个笔记本呢进行投屏连接了。我现在打开，投屏。OK， 这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PPT 的页面。就是之前你在使用这种投屏工具的时候，比如说你投给你的这个投影仪啊，或者说你投给你的这个电脑啊，你都得在另外投的那个设备上来控制啊。这个屏幕上你是没法操作的。但是呢，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控制它。我不需要手机，我也不需要我的笔记本电脑，这个就是反向控制，我就不用在旁边是吧，坐着，然后再拿鼠标来一个一个去点，我直接可以站到旁边来去做演示。OK， 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现在播放 PPT， 我直接用手就可以滑动了，而且你还可以在上面继续再做你的批注，非常方便。这个就是反向控制的功能。刚才呢，我们说的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浅层的东西。对于这块屏幕来说呢，这些都太基础了。下面呢，咱们聊点深度的稍微硬核一些。今年呢，这个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多人呢选择了在线上办公，远程会议的这个体验呢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提升视频会议的体验Idea Hub 呢也下了很多功夫。我们来聊2个协议。Idea Hub 呢，同时支持 AVC 和 SVC 技术，以及 SVC 和 AVC 的混合会议。别着急啊，你现在听着是不是有点晕？我们拿会议的形式呢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
大家开会的话呢，一般会有2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就是演说型，主讲人呢在讲，现在呢是吧，我是老师，然后下边坐着一排学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主讲人，然后下边一堆人在听。第二种呢，就是讨论型的，需要大家呢一起来头脑风暴，有点像圆桌会议。大概就是这种形式，大家一起来发表意见。这种演说型的会议呢，用到的就是 AVC 协议，来写上啊。另外一种讨论型的会议呢，则是用的是 SVC 协议。这2种不同的视频协议呢各有优劣，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数视频会议终端啊 ，Idea Hub 呢同时兼容 AVC 和 SVC 2种协议，融合了2者的优点。可以根据视频码流呢灵活的选择不同的编码形式，达到带宽、清晰度和兼容性巧妙的融合。这种呢，比如说 AVC， 它呢其实就是中心资源压力会比较大。SVC 呢，则是对带宽要求呢比较高啊。华为的 Idea Hub 呢，就是结合了它们2个的优势，提供更好的视频会议体验。第二个要跟大家聊的深度一些的就是抗丢包算法。我相信经常上网冲浪的人对丢包这个词并不会特别陌生啊。尤其是在视频通话之中，很多人呢都会碰到卡顿、马赛克模糊或者声音失真的情况。不光是这种视频会议终端啊，还有就是你的手机、iPad 啊，都会碰到这种问题。这个就是因为有的数据包在互联网传输的过程之中，它迟到了，或者说它车祸了，导致我们常说的丢包。如果说丢包不可避免的话，我们怎么办呢？这个 Idea Hub 呢，它也是做了很多相应的算法，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给出不同的配方。这里呢，我们就简单跟大家来说2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前向纠错 SEC， 它指的就是在编码发送端呢发送冗余数据。解码端呢，根据该冗余数据呢，对丢失的码流进行恢复就好比呢，在发送前呢，给出多余一些数据，去承载一定程度的丢包。灵魂画手再次上线啊 ！OK， 假如这就是我们发送的一整串数据包啊，第一个是0，第二个是1，我在发送第3个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校验包。这个校验包里边呢是包含了0和1的信息了。OK， 现在你的网络不好了是吧？你不知道去哪儿玩了。现在1号包已经丢失了，但是呢，我的校验包里边是有0和1的信息的啊，那么我就可以把1号包的内容给提取出来，然后把0给丢掉，这样我的数据包就又串联到一起了。如果前向纠错依然没有办法解决抗丢包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推算的方法来继续抗丢包，也就是后向纠错 PLC。OK， 我们再次给大家演示一下。假如我们这次发送的数据呢是这一片红色的瓦片啊，我把它比喻成咱们的数据包啊，你看。前面后面都是红色，但是中间的这块数据呢，咱们丢失了。我们可以通过 AI 的算法呢，来大概推断出呢，它应该就是红色的。这样我就补齐了我的数据包。还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场景，那就是在传输音频的时候。OK， 假如现在呢，这是我们要传输的一段音频，大家看这里。它调了一段数据，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波形的走势和前后的对比呢，通过 AI 算法来预测出来，它其实就是这样连接到一起的。这样的话，这段音频我们也会非常完整的把它传输出来。这样超强的抗丢包能力呢，可以在远程医疗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说远程会诊、远程接诊等场景创造非常稳定可靠的环境。这个会诊这个网络环境要求得最稳，是吧？上面的这2个呢，都是非常底层的，非常硬核，是吧？普通用户很难感知到，都是他默默给你做好了。它还有一个应该说是2个这个让人身临其境又身临其境的 Auto Filming 和智能导播功能这个产品呢，它是首创了语音加上人脸的双重定位，通过音视频的算法加持呢 ，Idea Hub 还能够自动呈现最佳的会议视角。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会议人少的时候，我这个镜头呢就会是吧，这个焦距稍微拉得近一点，就框这帮人。如果要是与会的人非常多，那我会自动识别，然后咔把大家全部都包在这个画面里边，让所有参会人呢全都一览无遗。而且呢，它能自动识别发言人，并且追踪发言人的特写画面。
通过音频的算法呢做到精准定位。比如说是吧，我现在叫一个左边的人起来发言，这个时候镜头会自动追到左边的人，叫右边的人，然后它会自动追到右边的人。这是一个挺智能的功能，让参会者呢，尤其是比如说在云端的这个参会者，更加身临其境，并且身临其境。OK 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啊，这期的内容呢，确实离普通用户可能稍微有些距离，但是呢，对于比如说团队或者说公司来说呢，对这个产品肯定是不陌生的。它相当于一个超大号的给你团队使用的智能手机。咱们现在都使用小了是吧？这个是超大号，放在你会议室、放在你办公室来使用的。就像之前的智能手机，比如说整合了 MP3、整合了 MP4，然后打电话。这个上网这些所有的功能整合到一起，然后改变世界是吧？现在大家谁也离不开智能手机了，它就是相当于给你的团队提供了一个超大号的智能手机。它整合的呢，就是比如说云端会议，或者说数字白板这个功能，还有就是它拥有自己的生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进行无限的拓展、无限的延伸，展示自己各种各样的功能。怎么来说？智慧办公一站到位。这些基础的功能就不用说了啊，我更期待的就是它自己的生态的发展。就比如说，可以给团队大的、小的，或者说行业级的这种解决方案，因为它是有自己生态的，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挺不一样的。好了，这期视频呢确实离大家有点远，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产品。更多任何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对了，它还有一支笔。